4年了，终于把学学娶回家了。而且再过几天，老房子拆迁协议的保密时间就要到期，马上就能拿到打款，真是双喜临门。学学到了，咱们下车吧。怎么了？木木啊，我们老家有个规矩，新娘下车得给下车礼。下车礼之前没听雪雪提过啊。就是红包嘛，寓意新人长长久久发大财，一般都是9万8，取个9发的好彩头。雪雪，之前怎么没跟我说？现在说不行吗？我闺蜜小雅去年结婚，下车费12万8呢，我只要9万8，已经很为你着想了。雪雪，今天办婚礼开销大，现金我没准备这么多，要不你先下车，婚礼结束了我给你补上，我保证。不行，现在就要现金，少1分我不下车。就是啊，沈木，这可是规矩，你现在糊弄过去，以后雪雪在你们家还能有地位吗？孩子们怎么还不下来呀？吉时快到了，一定要现在，一定要现在，拿不出来，这婚就别结了。老头子，快看，车停了，咱们儿媳妇要下车了。阿姨，我们这儿有规矩，新娘下车得给红包。红包有，早准备好了。这些是给伴郎伴娘的，这些是给小花童的，这些是……不是这种，是下车费9万8。雪雪啊，这个之前没听说有这个规矩啊，要不先下来，这钱爸回头给你补上，行不？保证补，1分不少。不行，现在就要现金。沈先生，这怎么办啊？吉时快到了，流程都安排好了，再拖下去后面的仪式全得乱套。怎么了？这是堵在门口干什么？亲家母，您可算来了，您快劝劝雪雪，先让孩子下来，钱的事咱们好商量。钱？什么钱啊？阿姨是下车费，我们那儿规矩，新娘下车要给9万8红包，不然婚后没地位的。哦，那就给啊。9万8很多吗？我女儿娇生惯养这么大，你们家连这点钱都舍不得出。不是舍不得，是真没准备这么多现金啊。那就去取啊，银行不就在对面？连个下车费都要东拼西凑，以后还能给我女儿什么好日子？结不起婚就别结。雪雪，算我求你先下来行吗？这么多亲戚看着怎么了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着，让你家所有亲戚都知道你们是如何重视我的，这样婚后的生活才能有保障。拿不出钱，我今天就不下这个车。我们全家掏心掏肺的付出，在他们眼里原来只是应该的，只是下嫁的补偿。叔叔阿姨，所以你们也觉得雪雪今天该要这9万8，对吗？该要，为什么不该要？我女儿就值这个价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凯子，身上有钱吗？借我点。沈哥，我这转你2万。二舅、三叔，帮帮忙。木木啊，就这儿只有3500现金，你先拿着，我给你转5000。对不起啊，大家，对不起，这孩子不懂事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雪雪，这里有1万现金，加上转账的，一共6万3。你先下来，剩下的我婚礼结束一定补给你。沈墨，你逗我呢？我说了9万8，1分不能少，你这6万3打发要饭的呢？雪雪，孩子妈求你了，先下来吧，这真是家里所有的钱了，这是准备改口费的红包3万3，你先拿着，差的那2000，妈明天就给你补上，行不行？拿开，别碰我车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他们家的诚意，6万3加3万3，还差2000，2000块钱都要拖，这就是他们口中说的不会亏待我。沈墨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我能看上你，是你家祖坟冒青烟，你一个破本科，1个月工资6000，父母一个种地，一个扫大姐，不是高攀是什么？我闺蜜嫁人，老公是公务员，公婆是退休，是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要不是我看你老实，谁嫁给你这种乡下人？今天这9万8你拿不出来，就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我，说明你们全家都看不起我。造孽呀！木木，拆迁办那边签了协议，不能说，但你放心，咱家不会亏待雪雪。当时我还觉得爸想多了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也许父亲早就知道这场婚姻可能代价很大。还差2000，谁还有2000？我这有500，我有300，还差1200。木木，我真没了，钱包都空了。沈墨，算了吧，1200都凑这么久，哈哈哈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雪雪，就1200，婚礼结束我就给你，你先下来行吗？不行，
我说了，9万8，一分不能少，少1分，我今天就不下这个车。你不是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吗？让他们借啊，一人借100，12个人就够了。怎么连12个人都借不到？她像个等候王子的公主，可惜我不是王子，我只是个连9万8都凑不齐的穷小子。好，各位叔叔阿姨、兄弟姐妹，还差1200，谁能借我？我一定还，加倍还。孩子，沈老舅这儿有700，你拿去。沈老舅不用，拿着，先把婚结了，别让人看笑话。哥，我这有500，是我这月生活费，你先用。9万8，一分不少。现在你能下车了吗？沈墨，你当我傻吗？这钱东拼西凑的，连500、300的都有。借这么多人的钱，婚礼一结束你怎么还？是不是打算让我过门跟你一起还债？我告诉你，这9万8，我要的是你自己的钱，是你家准备好的钱，不是借来的。借来的钱算什么诚意？让让，雪雪啊，差不多成了。木木对你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38万彩礼，3金首饰，能给的都给了。这9万8下车费之前也没说，确实为难人。就是呀，雪雪，先下来把婚结了，钱的事回头再说。这么多亲戚看着呢，让人看笑话。是我让人看笑话，还是你们沈家让人看笑话？连9万8都拿不出来，结什么婚？穷就不要娶媳妇儿啊！雪雪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默默家是不富裕，但对你是真心的。真心能当饭吃？大伯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现实点行吗？这年头没钱谈什么真心？你们这些穷亲戚当然帮着他说话，因为你们也穷。你们觉得9万8很多，觉得我过分。我告诉你们，9万8在我眼里啥都不是，这就是检验他诚意的试金石。他连这关都过不了，以后还能给我什么好日子？今天我把话放这儿，这9万8必须是你们家自己的钱，借来的不算，拿不出这婚就不结。你们这些穷亲戚爱看笑话就看，我不在乎。太累了，不想再争，不想再说，甚至不想再看见这张脸。孩子，这是咱家老房子的房产证。西郊那边虽然偏了点但是面积大，有90多平，是咱家的根儿。今天先压在你这儿，行不行？1999年，这房子都快30岁了。沈墨，你们家是不是把祖宗牌位都拿出来抵债了？虽然旧，但是咱家的根。根？什么根？穷根吗？县城西郊安宁路47号。沈墨，这地方我去过一次，那叫一个破。路是泥巴路，房子是红砖房，隔壁是废品收购站，夏天苍蝇嗡嗡的，隔着2里地都能闻到臭味儿。叔叔，你拿这么个破地方糊弄我，当我是要饭的吗？雪雪，这真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，你先拿着，就当是个念想，就把婚结了，行不行？念想，阿姨，我要的是9万8现金，不是这种垃圾堆里的念想。雪雪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3年我没亏待过你。38万彩礼，我妈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。今天这9万8，你看在3年感情的份上，先下车期也凑齐行吗？钱我一定给你，算我求你了。沈墨，你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穷人就不配谈感情，感情是要用钱养的，你拿什么养我？今天这9万8。必须是你们沈家自己的钱，借来的不算，拿不出来就让所有亲戚看看你们沈家有多穷多丢人。9万8现金，少1分我今天不下车。你们一家子穷鬼土包子，别耽误我青春。老伴儿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睁眼看看我。老婆子，你别吓我，还愣着干嘛？快打120啊！这好好的婚礼怎么闹成这样？装的还挺像，一家子戏精。梦雪，你会为今天的每一声笑付出代价。默默，要不跟他说拆迁的事儿吧？公事就这2天了。200多万的拆迁款，不该用来求一个看不起我们的人。怎么，
钱没凑齐，还在这演苦情戏，拿不出9万8，就带着你爹妈滚回西郊那狗窝！老婆子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哟，醒啦！阿姨，您这病来到的可真及时啊！是不是看钱凑不齐，就故意装病想蒙混过关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们听不懂吗？装病谁不会啊？往地上一躺，晕倒一下，大家就都同情你们了。这9万8的下车费也不用给了，是不是？孟雪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沈墨，你现在跟我谈良心？你骗婚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良心？你家穷的叮当响，连个下车费都拿不出来，还敢来娶我？不是骗婚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9万8少1分都不行！你妈就是真死在这儿，这钱也得给。你不是孝顺吗？不是心疼你爸妈吗？那你就去借钱啊，去卖血啊，去卖肾啊！9万8都凑不齐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真可笑，我居然还对他心存幻想，以为他会顾念3年的感情，给我留最后一点尊严。孟雪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你必须结，那9万8你也必须给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随便，彩礼我会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。今天所有的损失你家承担。沈墨，你谁啊？我卡里有15万，是我工作5年自己攒的，我给你用。借的不算，不是借，那就算我买了他们家的旧房子的钱，或者是抵押给我的，这样就行了吧？哦，这样啊，可以啊，我能确实不错，那个破房子能卖15万也值了。沈墨，你卖给他，今天咱们就可以结婚了。你这个人实在不值得沈墨为你付出。沈墨，你还记得高3那年我被隔壁班男生堵在楼梯口吗？我记得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会为了陌生人挺身而出，所以今天我也要为你挺身而出一次。沈墨，这种人你自己要做决定，我这15万都听你的安排。何欢，你愿意现在跟我去领证吗？各位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婚妻何欢。今天的酒席就当是我们的订婚宴，欢迎大家留下来喝杯喜酒。沈墨，你敢？那是我的彩礼，我的钱！何欢，你个贱人，抢我男人，你不要脸！沈墨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敢走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，我让在这个县城混不下去！沈墨那小子要告我们，要退彩礼38万，还有首饰转账，一共40多万，还要赔婚庆损失6万6。彩礼哪有退的道理？我女儿跟了他3年，青春损失费怎么算？凭什么？没事儿，打官司就打官司，我就不信法官会怕我们输。彩礼是赠与，赠与你懂吗？给了就是给了。可是视频还有那些话。视频怎么了？我女儿说的不是事实吗？她家就是穷，就是拿不出钱，实话实说还犯法了。我不管，我就不对，她能把我怎么样？想毁了我，我先让你没脸见人。那个破地方居然拆了，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吧！平安路老沈家那房不就在那里吗？3套房，200多万，还有商铺可选。老沈家这回彻底分了。听说他儿子前几天结婚闹翻了，新娘子当场悔婚。哎呦，悔婚的那个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不可能，那种破地方怎么会拆迁？大清早的你坐地上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？什么东西把你吓成这？3套房，200多万。本来应该是我们的，这本来应该是我们的。一大早又嚎什么？沈墨他早就知道
他爸那天拿房产证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但他签了保密协议，白纸一字按了手印的，他不能说啊。那他现在能说了吗？他现在能说了吗？能，协议今天到期。今天到期，今天到期。为了9万8，我把3套房扔了，我把200多万扔了。说是愿意庭外和解，分期退还彩礼，实际上连个具体期限都没写。孟雪这是想拖延时间。判决书都下了，他拖延也没用，除非他想在别的地方做文章。木哥，你快看本地论坛和短视频同城榜，你跟嫂子被人挂上去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们。这婚我不结了，小三砸钱抢人。这男的真恶心，看人家有钱就踢了不是好友，知3当3。王总，何欢，你到底在外面惹了什么事？今天一早公司前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全是指名道姓骂你的，你赶紧把你的私事处理好，别影响公司声誉。孟雪，她自己成了笑柄，就想拉我们下水。我这就把她要下车费、摔房产证的事全抖出来。别冲动，现在舆论全在他们那边，你空口无凭去兑现，只会被当成气急败坏的狡辩，反而给他们送流量。对不起，连累你工作也受影响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说这个。来看看这视频到底怎么剪的。你看这里的跳切，他把索要9万8下车费的那段全剪了，直接接了你退婚的画面。还有我爸拿出房产证被他摔在地上的那段，以及我妈被气晕的画面，全都没了，只留下我们俩的镜头。掐头去尾，颠倒黑白，这手法，这文案，不像是孟雪一个人能搞出来的。你看这个最早带节奏、疯狂转发的账号，虽然是个新注册的马甲，但他回复网友的语气，还有习惯性加的波浪号。夏可可。对，孟雪发律师函假装和解稳住我们，夏可可就在背后操盘发帖。他们俩在街头打了一架，现在为了对付我们，倒是又结盟了。他们以为把水搅浑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就能逃避法院的判决。舆论能杀人，也能反噬。他们既然这么喜欢用视频说话，那我们就给他们看点真实的。那天在婚车下，我本来是想录下你接亲的幸福时刻，没想到镜头一直没关。没有9万8，我不下车。就是啊，这点钱娶谁啊？有了这个，我看他们还能怎么演。何欢，现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公司前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。上面决定你先停职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好，我服从公司安排。何欢，孟雪发律师函了，他把剪辑过的视频发上网，现在反咬一口说我们造谣。50万，他倒是真敢开口。你们自己的私事赶紧出去解决，别连累公司。走，去办正事。因为我的事儿，害你连工作都丢了，要不我去找孟雪私了，把热搜撤下来。私了？你退任了4年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婚礼上的羞辱，是现在的倒打一耙。李律师，这是婚礼之行提供的完整原始录像，麻烦您做个公证。没有9万8的下车费，才知道我今天绝对不下车。这段视频跟孟雪发在网上的剪辑版逐帧对待，谁在造谣，一目了然。证据非常完整，足以推翻对方的指控。李律师，麻烦您把这份公证过的原片同步提交给法院，作为我们反部和原彩礼案的加出证据。张主编，我是何欢，我手里有一份完整视频，想借你们本地晚报的官微首发，对，独家原片。可可，你看网友都在骂沈木和何欢呢，那律师函一发，他们肯定吓破胆了。就是对付这种穷酸货，就得用狠招。这下他们不仅要赔钱，还得乖乖给你道歉。我们家雪雪受了这么大委屈，要他们50万都是便宜他们了。雪雪，你快看热搜。反转，下车费风波完整录像曝光，谁才是真正的施暴者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原片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欢，旁边是我的丈夫沈木。这2天网上有很多关于我们的剪辑视频，我不打算辩解，只给大家看一样东西。没有9万8的下车费，我今天绝对不下车。你们沈家穷酸就别学人家娶媳妇儿。雪儿，这是我们家老房子的房产证，你先拿着。拿这种破烂糊弄谁啊？你装什么病？碰瓷儿啊？这就是婚礼当天的完整真相，谁是受害者，谁在勒索，一目了然。各位网友，
我是沈木先生的代理律师。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完整录像，我们已经进行了公证，并作为关键证据提交给了法院。这段视频不仅坐实了孟雪女士在网络上的造谣诽谤，更构成了敲诈勒索的初步证据。任何继续传播剪辑视频的账号，我们都将依法追责。我退婚是因为我父母的尊严不容践踏，我用法律维权是因为真相不该被谎言掩盖。焕姐，直播间突破10万人了，评论区全变了！天哪，原视频这么恶劣，太恶毒了吧！还倒打一耙，这是新闻反复。对不起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法庭见。他挂我电话。您拨讲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可接一下电话。当初是你让我要下车费的，视频也是你教我剪的，你不能就这么消失。孟雪，你还想躲到哪儿去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想赖账是不是？你疯了，夏可可！大街上你干什么？放手！我哪有钱给你？没钱？当初买热搜雇水井黑沈木的那5万块钱，可是我拿信用卡替你垫的公关费。现在我因为你这破事儿，连公司都把我开除了，那是你出面借的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非让我在婚礼上要什么9万8下车费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你放屁！你自己贪钱想摆谱，先赖我头上。是你教我怎么剪的！你这个贱人，现在看我倒霉了，就想撇清关系，门都没有！哎呦，这不是网上那个骗婚还勒索的女的吗？跟她那个爆毛闺蜜打起来了。大家看清楚点，就是这个孟雪，自己嫌贫爱富，还让我帮她造谣前男友，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你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老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亲戚朋友全在打电话骂我们，说我们家出了个诈骗犯，连楼下超市都不肯卖菜给我了。你还有脸嚎？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别放了！别放了，关掉，快关掉！现在全县人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合伙算计沈家的了，咱们家的脸彻底丢尽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？是不是夏可可又带人来讨债了？孟雪是住这儿吧？法院的传票签收一下。法院真的告我们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！沈木，你先别忙了，过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本地最大的自媒体吃瓜前线发来的私信，他们想做一期专访，让咱们详细讲讲退婚和反击的全过程，而且他们开出了这个数，5万，只要咱们出镜聊1个小时，把事情原委说清楚。推了吧。推了？为什么？这可是5万块钱，而且能让所有人彻底看清孟雪一家的真面目。现在网上已经够热闹了，孟雪和夏可可互咬，传票也送到了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我不想再把咱们的私生活拿出去给人当猴看。怎么叫当猴看？咱们是受害者，现在是正大光明的发声。之前咱们被造谣的时候，那些人骂得多难听，现在有机会把是非黑白彻底定死，为什么不说？是非黑白，法院会判。我受够了每天被人指指点点，不管是骂还是夸，我都觉得累。我只想安安静静过日子。安安静静过日子不需要钱吗？咱们刚结婚，到处都需要用钱。这5万块钱干干净净，是咱们应得的补偿，为什么不要？我不缺这5万块钱，我不想靠卖惨，靠揭自己的伤疤去赚钱，这钱拿着烫手。卖惨？沈木，你觉得我是在卖惨？我是在替你争口气？你以为我愿意抛头露面吗？我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添点底气。为了这个家，就该把过去那点烂事儿彻底翻篇，而不是一遍遍拿出来嚼舌根换那点流量钱。你觉得我是在谈图流量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为了钱连脸面都不要的人。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没必要。你总是这样，遇到事情就想往后退。你以为你不说话，别人就会放过你吗？好，你清高，你觉得没必要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何欢，你干什么去？去单位。既然你觉得我庸俗，那咱们就各自冷静一下吧。这都叫什么事儿？跟何欢吵架了？他非要接那些自媒体的采访，我不愿意把家里的破事拿出去卖惨赚钱，他就摔门走了。你呀，还是没看明白。看明白什么？你以为我当年为啥瞒着你妈，偷偷跑去隔壁县卖血凑彩礼，就是怕你被孟家看扁。那天在婚礼上，孟雪把咱家的房产证摔在地上，
我蹲下去捡的时候，心里最苦的不是没钱，是觉得满屋子人没一个站在咱们爷俩这边。可何欢站出来了，他图你啥？图你穷，图你被人指着鼻子骂。他现在非要接那个采访，争的根本不是那点流量钱，他是不肯看你再受一次委屈，想替你把面子甩脸挣回来。你倒好，爸，我懂了，我去找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错了。早上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到了单位冷静下来，也觉得把私生活卖给自媒体不体面。我爸骂醒我了，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，你是为了护着我，不想让孟家那帮人再泼脏水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凭什么他们造谣生事，我们就要忍气吞声？不忍了，但我们换个方式，我们不接那些乱七八糟的自媒体，找一家正规的本地媒体，不卖惨，不炒作，就如实把前因后果澄清一次，把证据摆出来。对，只说这一次，以后不管网上怎么闹，我们再也不回应，踏踏实实过咱们的日子。好，听你的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想吃沈先生，打扰了。关于西郊老房的拆迁协议出了点新状况，我必须马上跟你们谈谈。沈先生，我是西郊片区房产置换的独家中介王总。我没委托过任何中介。不用委托，我们公司专门对接拆迁房源，手里有内部指标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这是补偿房指标转让确认书，签了就能锁定3套房，窗口期就这几天，错过就没了。谁给你们的授权？我们公司跟开发商有协议，你不签，指标转给别人，你们家一套都落不到。沈墨，你看，这是委托代持协议，不是官方补偿书。指标转让、委托代持，这是套购合同，不是安置协议。沈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这是行业惯例。行业惯例，低价套购拆迁房再高价转卖，这叫诈骗。年轻人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手里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们一套都拿不到。有种你试试，现在给我滚出这个门。协议留在这儿，给你们3天考虑，3天后不签，别怪我让你们竹篮打水。沈墨，你爸妈那边坏了，老宅那边也可能有人去。小木，家里也来了个王总，让我赶紧签安置协议，我正要动笔呢。爸，把笔扔了，那是骗子！爸，把文件凑近，念2句大字给我听。写着补偿房指标转让，还有委托代承协议。指标转让，爸，那是套购诈骗，一个字都不能签。老沈，你儿子懂什么？耽误了你们自己负责。不管你是谁，马上从我家滚出来！敢动我爸一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年轻人，别太冲动，我是正规中介。正规中介，套购合同冒充安置协议，你这叫诈骗！我马上到，有种别走。行，老沈，算你们有种。协议留这儿，给你们3天，不签3套房一套都落不到你们手里。2头都是同一伙骗子，专盯拆迁户下手。师傅，去西郊老街，快！木儿，王总刚走，说这协议要今天签，我和你爸拿不准主意。妈，别怕，他走了就好。爸，你看这里，委托代持4个字就是个套。怎么说？按这条的计价方式，咱家3套补偿房的指标，他只需要付不到市价1/3的钱，就能全部套走。他说是帮我们走流程。拆迁公示早已贴出，保密期也过了，咱家该拿多少，住镇局白纸黑字写清楚了。他这份协议就是来截胡的。而且这第5条，一旦签字，争议期内咱们没有申诉权。这份东西废了，后续他若再来，一个字儿都不用理他。木儿，那这3套房还能拿到吗？能，漏洞在他手里，证据在我们手里。我明天去住建局备案，再找律师把这份残页公证留存，他反而动不了我们。这个家还得靠你。孟老板，你们家和沈木的事儿，我在县城里也听说了。本来马上就要到手的金龟婿飞了，心里不好受吧？王总，你今天叫我们父女俩来，就是为了看笑话的？要是这样，我们可没空奉陪。别急啊，敌人的敌人
就是朋友。沈家那3套房的指标我看上了，但他那个儿子太碍事，只要你们能帮我搅黄了沈家的指标，或者逼着他们把字签了，这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沈木把我害成全县的笑柄，我绝对不能让他拿着3套房舒舒服服的过日子。王总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何欢，关于你升任销售主管的任命，公司决定暂缓。张总，这些网上的言论是恶意造谣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发了律师函，并且对方已经被警方传唤过。欢欢，咱们做销售的最看重名声，现在大客户群里都在传说咱们公司的准主管私生活混乱，是个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，这让公司怎么做业务？我的私生活清清白白，倒是你对我的私事这么上心，连已经被删掉的帖子都能翻出来打印成册，辛苦了。我这是为了公司形象。张总，您看他这态度，根本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行了，何欢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但公司不能顶着舆论风险提拔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先停职配合调查，手头的重要客户暂时交接给李薇。好，我服从公司安排，但我保证这份材料里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会查清楚来源。哎呀，真可惜，本来下周一你就要搬进独立办公室了。放心吧，你的那些大客户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孟雪那个造谣小号，发帖不到10分钟就被平台封禁了。你一个连月度报表都要拖到周5下班才勉强凑齐的人，哪来的效率截到这些高清原图？你管我哪来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平时连竞争个小单子都嫌累，这次动作这么快，连材料都整理得条理分明。李薇，有人在背后给你递刀子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赶紧收拾东西走人！你最好祈祷那个拿你当枪使的人最后能保得住你。今天工作顺利吗？老翟这边我都处理好了，别担心。沈木那边刚把骗子赶走，不能再让他为我的事分心。很顺利，照顾好叔叔阿姨。感谢贵人相助，拿下年度大单，主管之位稳了。原来是你。何欢，网上的舆论你都看到了，李薇向公司反映，你的私人作风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部门的业绩和公司的声誉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张总，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无风不起浪，现在客户群里都在传，咱们公司的销冠是个靠手段上位的人，这让其他同事怎么开展工作？张总，这是我近2年的完整业绩数据，以及所有合作客户的实名评价反馈。过去24个月，我的成交额稳居部门第1，客户满意度100%，零投诉，零退单。李薇指控我影响业绩，我想请问，是影响了我的业绩，还是衬托的某些人业绩太难看？业绩好就能掩盖你私生活混乱吗？那些截图可是实打实的，你敢说你没在婚礼上抢别人老公？这种道德败坏的人留在公司就是个定时炸弹。截图是断章取义的造谣，我已经报警处理。不过我这里倒是有另一份绝对真实的材料。李薇，你名下那家注册3年仅有1笔异常进账的空壳公司，上周突然收到了一笔50万的投资。张总，这笔投资的打款人叫王建国。巧合的是，这位王总正是我未婚夫沈木前几天刚拒绝签字的违规开发商。王建国，那个在城中村搞违规套购的开发商？没错。王总因为套购协议被拒，怀恨在心。李薇拿了他的钱，在公司内部大肆造谣，企图利用高层把我踢出局。张总，到底是谁在损害公司利益？我没有，这笔钱是正常的商业往来。正常往来？你当公司是傻子吗？李薇，你马上停职，接受合规部调查。我今天托朋友查了孟雪的账户。前几天，他卡里多了一笔10万的进账。打款方是谁？是一家建材公司，法人代表是王建国的小舅子。这就全对上了。王建国因为我拒签，知道硬来不行，就开始玩阴的。他一边拿钱砸孟雪，让他在拆迁的事情上继续搅局恶心我们，一边收买李薇，想在职场上断你的后路。他是想把我们逼到走投无路，最后只能乖乖回去求他签那份套购协议。他打错算盘了。
既然他把手伸得这么长，我们就把他的底牌全掀了。李薇和孟雪的转账记录，加上他之前逼你签的那份违规协议，证据链已经闭合了。对，违规套购加上恶意打击报复，这些材料一旦交上去，够他喝一壶的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去相关部门实名举报。这次连本带利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李叔、张婶儿，王建国用空壳公司低价套购你们的房子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只要大家联名举报，钱还能追回来。算了吧，小沈，人家是大老板，咱们平头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斗？万一惹急了，连现在的安生日子都没了。是啊，合同都签了，白纸黑字的，咱们认栽吧。认栽？他骗走的是你们大半辈子的血汗钱。你们看看这个，这是王建国派人找我签的合同，想用30万买我那套老房。30万？他跟我们说这片要建垃圾处理厂，房子马上就不值钱了，才给20万。什么？他也是这么跟你说的？他还说看在我家老头子生病的份上，多给了1万。全是一套话术。他利用信息差制造恐慌，逼你们低价出手。等拆迁文件一下来，他转手就能赚几百万。李叔、张婶儿，这是我查到的王建国名下空壳公司的流水，他根本没有开发资质，就是个倒付。这个畜生，连我们的救命钱都骗。小沈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钱还能要回来吗？能，只要大家把转账记录和当时签的合同都拿出来，我们一起去举报。干了！我这就去联系老王和老赵，他们也被骗了。证据很扎实，散户的口供、转账记录，加上何小姐提供的空壳公司资金流向，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。这些是我们连夜整理的受害户主名单，一共7户，涉案金额超过200万，足够了。王建国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严重违规套购和商业欺诈。多久能立案？我今天下午就去监管部门提交集体举报材料，有这些铁证，立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他那条违规套购的路径已经被彻底锁死了。终于能让他付出代价了。这只是个开始。王总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了！监管部门刚刚发来的协查通知，有人实名举报我们违规套购拆迁房源，上面已经立案了。集体举报，谁干的？领头的是沈木。沈木，这个穷小子居然敢阴我！王总，监管部门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要求您马上过去配合调查。咱们那些空壳公司的账，马上联系法务，把所有能销毁的记录全给我处理掉。王建国，关于你名下空壳公司违规套购拆迁房产的实名举报，证据链已经很完整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同志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就是个做正经生意的，那些公司正经生意。7户受害者的转账记录、阴阳合同，还有你指使手下连夜销毁文件的监控录像，都在这儿。我是被人坑了，对，是有人故意搞我。谁搞你？是孟雪，那个孟雪，是她主动找上我的。她说她前男友沈木家里有拆迁房，想让我帮忙做局，把房子套出来。我一时糊涂，才答应给他一笔好处费，让他配合造势。好处费？有证据吗？有转账记录，我手机里就有。我真的是被他怂恿的，我才是受害者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。喂，谁啊？是孟雪吗？我们是县监管局的。关于王建国违规套购房产一案，有证据显示你涉嫌收受好处费，参与做局，请你马上过来协助调查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监管局，他们说我收了王总的好处费，让我去协助调查。什么？王建国那个王八蛋，他把我们卖了！走，他算账去！让王建国给我滚出来！他自己犯法，凭什么拉我女儿下水？王总不在，你们再闹我们就报警了。报警？好啊，让警察来看看王建国是个什么东西！他坑了我们家雪雪，还想甩锅！这不是孟家那2口子吗？听说他女儿收了黑钱，被查了。真是活该！之前还嫌弃人家沈木穷，原来自己一肚子坏水。今天开这个会是要澄清一件事：之前关于何欢同志的负面舆论，经过公司核实，纯属恶意构陷。李薇，你为了个人私利，
勾结外部人员王建国，伪造证据诬告同事，严重违反公司纪律。公司决定即日起将你开除。何欢，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抗压能力，公司决定正式任命你为部门主管。谢谢公司的信任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听说了吗？沈木和何欢下个月就要办婚礼了，听说排场可大了。人家现在可是拆迁户，又把坏人绳之以法了，真是苦尽甘来。沈木、何欢，你们想踩着我幸福，做梦！大哥，求你帮我叫一下沈木，或者沈叔叔也行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在他们结婚前当面道个歉。哎呦，你这姑娘，人家明天办喜事儿，你今晚跑来哭哭啼啼，算怎么回事？我只是想求个原谅啊，难道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让我说吗？你想说的不是对不起，是想把明天的喜事搅滑吧？何欢，你赢了，我认输还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见叔叔阿姨一面，给他们磕个头。省省吧，你挑在婚礼前夜跑来，死赖着不走，打的什么算盘我一清二楚。只要沈木父母一露面，你就会撒泼打滚翻旧账。沈阿姨身体刚恢复，你就是想再把她气进医院，对吧？你血口喷人，我就是单纯来道歉的。单纯？大家看看，这是监管局刚查的转账记录。前几天，孟雪收了王建国2万块钱好处费，专门在网上造谣抹黑沈木，收钱办事没成，现在又跑来装可怜。孟雪，你的道歉明亚标价卖多少钱？原来是收了黑钱来闹事儿的，真不要脸！何欢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！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，沈木的钱和房子全都是我的。你捡了我不要的破鞋，还当个宝！把它扔出去。沈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跟了你4年啊！4年，你连我爸妈的命都不当回事儿，滚！别脏了我的婚礼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要报案，有人在喜宴酒店寻衅滋事，企图敲诈勒索。对，人还在现场。别报警，我走，我马上走。都处理干净了。明天不会再有任何人来打扰我们。明天我会让全县人都知道，我沈木娶到了最好的女人。我也是。大家别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好人。何欢，你装什么深情？当初在沈木最难的时候，你拿出15万，不就是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趁火打劫吗？你早就盯上他了，故意在我的婚礼上跳出来看我的笑话。你把倾囊相助演得那么伟大，骨子里还不是个为了抢男人不择手段的绿茶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等了很久，但不是为了看你的笑话。高2那年晚自习下课，我在巷子里被3个混混堵住，路过的人都不敢管，只有沈木一个人冲上来替我挨了顿打，把我护在身后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欠他一句谢谢。这15万是我5年的全部积蓄，我拿出来不是为了买一段婚姻，而是为了还他当年的那份干净和勇敢。你把感情当成明价逼价的买卖，所以你觉得所有人都在算计。但我接受他的求婚，从来不是冲动，是我等了7年的答案。我今天再把那天的话说一遍，这15万我出，沈木我嫁，他失去的尊严，我替他挣回来。孟小姐，戏演完了，门在那边。谢谢你，沈太太。准备好了吗，沈先生？我们的婚礼要开始了。哎，你们记不记得去年也是在这个酒店门口，那车门死活敲不开？怎么不记得？9万8的下车费，硬生生把沈家逼得借遍全场。今天这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吧？木哥，红包我备着了，万一被娘拦门。沈木，今天这下车费，我这辈子都不要1分，我只要你这个人，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欢欢，拿着，
这是爸妈的一点心意。以后沈木要是敢欺负你，爸第一个不饶他。谢谢爸，他不敢的。木哥、嫂子，里面都准备好了，司仪马上报幕。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爸妈，今天儿子终于让你们体面了一回。好，妈今天高兴，真高兴。还有一句话，我要对台下的几位长辈和兄弟说：那天在婚车前，我沈木最狼狈、最像个笑话的时候，是老舅的300，小鱼的500，还有周凯掏空的钱包，把我从泥潭里拉了出来。大喜的日子，提那些干嘛？兄弟挺你，天经地义。木子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最卑微时候的恩情，我沈木记一辈子。今天除了感谢，还有一件事要向大家做一个彻底的了结。就在刚刚，法院的终审判决书送达了。孟家必须全额退还所有彩礼，并赔偿各项名誉及经济损失，共计67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痛快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往前走。往前走。我曾以为一退再退能换来安稳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尊严从来不是跪着求来的，而是站直了自己挣回来的。何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让我见见沈木，求你了。那拆迁那房子本来应该是我的。沈木不在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等他，我等到他回来。我那是气话，气话就可以随便侮辱人吗？孟雪，你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你眼里只有钱，没有感情，没有人情。沈木家是穷，但他们有骨气，有尊严。而你呢？你有什么？还有，你和夏可可在抖音上造谣的视频，我们已经取证了。律师说这涉嫌诽谤，可以另案起诉，到时候可能还得赔个几万。就是那个要9万8下车费的，可不嘛？听说为了9万8，把3套房200多万扔了，活该，势利眼。现在知道哭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小贱人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孟阿姨，再闹我就报警了，到时候你女儿可能还得进去蹲几天。沈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孟雪，那天在鸿运大酒店门口，你骂我爸妈是穷鬼土包子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重新开始？你把我妈的房产证摔在地上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重新开始？你把我妈气晕，还说她是装病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重新开始？有些错犯了就回不了头了。看，就是那个要9万8的，听说现在还没嫁出去，家里房子都卖了还债呢，谁敢娶啊？这么势利。孟雪，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要不是你，我能被起诉赔钱吗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怂恿我要什么下车费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打死你个扫把星！拆迁款到账那天，我们捐了50万给希望小学。